很难想象到，说是他本来扮演叫世界警察，结果这个警察居然转身变成强盗哈，然后到全世界各地去掠夺，而且是掠夺他自己所保护的这些盟国国家。他不但动用军力，而且他用经济上的力量，也对于这些国家实施掠夺。我们看到他所谓的关税政策哈，你们只要不听话，他的关税大棒就挥出来。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你认为会保护你的这种国家，现在反身过来变成侵略你、霸占你的国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加拿大现在这种处境。好，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更多地缘政治的热门话题哦。我们来看美国跟加拿大。美加共和体过去说他们两个是这个被认为最铁杆的兄弟之邦哦，但是呢，自从川普总统第2任期开始以来哦，就开始关系恶化了。因为呢，这个川普不断对他们的北方邻居啊是冷嘲热讽、羞辱至极。那加拿大也可以说是不冷喽，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动作，100年来首次兵推的假想敌，竟然是美国他们来模拟美军如果一旦入侵加拿大该怎么办。哦，要知道这个美国跟加拿大的距离啊，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双方的这个边界啊，是世界上最长的不驻防的边界，高达了8900公里啊，可以说是一个无从防守的状态。所以一旦美军往北大举压境的话呢，加拿大人自己也知道，他们可能一些重要的据点在2到7天之内就会全面沦陷了。那这个加拿大军队怎么打呢？他们可能就要参考过去啊这些中东对抗美军的方式啊，打一些游击战啦，打一些无人机战啦，做一些这种不对称的消耗，让美军的据点呢付出比较高额的代价去做。好，这一次模拟美军这个入侵的剧本哦，然后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不过加拿大此时端出这样的兵推，就很明显啊，就是要反击川普最爱讲的"你是我们的第51州"这样的一个战略示威嘛。那张教授怎么分析加拿大此刻端出这个假想敌兵推的一个说法？因为这是第一次，因为加拿大一向是没有天敌，它跟这个唯一的邻国就是美国，它跟俄罗斯在中间还隔了一个美国的阿拉斯加，那跟其他西方国家还隔了一个格陵兰呢，那就是一个南边的美国，那边界又那么长。人口又那么多，4100万人口，算蛮多的这个国家，而且这个国家是世界上第2大的土地面积，大概980万到990万，998万平方公里，世界第2嘛，就仅次于俄罗斯，那么大，结果美国要吃它，因为美国讲那个川普有说要让这个加拿大被美国第51州啊，我认为要参考的指标是格陵兰。格陵兰，我认为会有先后次第。格陵兰比较好拿，因为格陵兰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低，是1平方公里那么大，不到1个人，大概就是1平方公里只有0.3个人，太冷了啦，地广人稀嘛，那比较好解决，先解决容易的，再解决困难的。加拿大4100多万怎么弄？而且加拿大的面积土地面积比美国还大，美国980万，加拿大998万平方公里，是不是这么大？所以我认为有3大困难。第一个大困难就是法律问题，因为如果美国要对加拿大动手，违反联合国公约，是不能以武力作为扩张领土的凭借，这个讲得很清楚。第二，国际法不可以啊，这个会拿武力呢。所以加拿大现在第一次把美国列为假想敌，从来没有，因为加拿大没有天敌，第一次。那接下来要克敌，就克美国，因为美国要把它并成第51州。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是法律的问题，国际法跟联合国公约。第二个，我认为它是大英国协，大英国协总共56个国家成员体，这个加拿大也是其中之一。那其他的55个国家会不会声援加拿大？当然声援加拿大。英国也是大英国协的这个大老板，对，宗主国嘛。澳大利亚也是啊，都是大国家。印度也是大英国协，国家大不大？体量大不大？大。那这个他们会不会出来声援？当然成员了，因为大英国协不声援大英国协，谁是声援大英国协啊？所以我认为大英国协的力量会出来，这个力量大。这56个国家跟经济体那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人口非常多。我认为会给美国形成压力，一个制约，叫美国不要轻举妄动，一定要让它达成美国第51州。我认为第3个时间的先后的话是，如果格陵兰对川普来看容易到手，对，加拿大就要危险。我都那么容易。那个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当然人很少，就57000人，我觉得都那么容易到手了。它也是大家都说违反联合国公约跟这个我们所讲的国际法，我一样到手啊。
那加拿大想的，那又比照办理了，是有讲先后撤地存亡此函，这种逻辑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如果很难拿下格陵兰，加拿大相对的比较安全。你看你那个人口那么少，你都还搞不定。我人口4100万，你还搞得定吗？就会这样的。加拿大最重要，它因为没有天敌，你要知道4100万人口，加拿大的军队总共也只有陆海空军67000人。那非常少嘛，你看看它就几乎不设防嘛，没错，对，它同样的也是跟美国一样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唯二不在欧洲的，对，一个是美国，一个加拿大，就没想到两个打起来，真的，这个很难思考的，没错。所以他认为格陵兰的并吞的时间的先后跟容易的程度，我认为是要去就是做一个指标，也做一个我们讲的停损点的一个参考物。好，刚才张教授跟我们分析过往可以说是没有天敌的加拿大，现在最大的天敌一定就是川普了。没有想到川普第2任期上任以来，让加拿大人产生了这么大的，我们不要说亡国感啊，但是危机意识是更胜以往的。好，那我们脑洞大开一下，这次的这个美加兵推图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末日剧本，竟然是加拿大官方自己提出的，这个发展情节堪比小说啊！它最精彩的就是莫过于刚刚有提到的英国，还有它的这些大英国协的国家，包含了法国这2个老牌的强权呢，会对加拿大来伸出援手。那英国我们都知道它是加拿大的宗主国嘛，现在加币上面都还有印有这个英女王的肖像，这就不用多说了。但法国也曾经殖民过加拿大，我们看到在东边，像魁北克、渥太华都是讲法语的法语区，所以现在英法的这个武力介入的剧本还不够狂，它设定了一个北约内斗的一个设定哦，甚至双方会打到后面，可能动用核武来互相威胁。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离谱，有点像是好莱坞剧本的这个剧情了。但是从地缘政治上，一旦美国你不再担任这个北美洲的保护者，加拿大过去很多是你军事在保护，你现在反倒成为了一个侵略者的话，那么欧洲、北约还有加拿大的安全保障该怎么来做？李将军。我们如果从地缘战略来讲的话，全世界这个就地缘来看，最安全的国家是美国哈，它可以说没有敌人，它除了自己历史上面它自己的南北战争之外，它几乎没有被别的国家发动过战争，第1次、第2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打到美国去哈，那一直到第2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它也没跟别的国家发生这个没有被别的国家入侵到美国，那为什么呢？因为它这边是大西洋，这边是太平洋，上面是一个国家叫加拿大，是跟它盟邦，而且是一个弱国。南边是这个墨西哥，也是一个弱小国家，所以它在中间它是最安全。也因为它2次世界大战它都没有被打到，所以它可以利用2次世界大战积极发展它的军工产业。所以在2次世界大战以后，它扮演一个角色叫做世界警察，然后维护全球的一个这种和平跟安全，主持公道。但是你很难想象到，说是他本来扮演叫世界警察，结果这个警察居然转身变成强盗哈，然后到全世界各地去掠夺，而且是掠夺他自己所保护的这些盟国国家。我们看到第一个是格陵兰嘛，最近这个川普来讲扬言甚至不惜要用武力夺取格陵兰。然后第2个来讲，他将羞辱加拿大，将加拿大列为第51州哈。南边来讲，对于他自己的南边这个国家，委内瑞拉也动用庞大的军力去夺取。他不但动用军力，而且他用政治经济上的力量，也对于这些国家实施掠夺。我们看到他所谓的关税政策哈，你们只要不听话，他的关税大棒就挥出来。甚至于在前2天，在这个达沃斯论坛上面，这法国马克宏只是讲了一句反对他的话哈，这不愿意参加他的所谓和平的协议的国家，他马上说你不参加我就磕你香槟酒，我就磕你200%的关税。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当一个你认为会保护你的这种国家，现在反身过来变成侵略你、霸占你的国家，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加拿大现在这种处境。当然，加拿大这次觉醒，我觉得也是很清楚。当然，你就必须这个虽然说这种情景发生可能性像好莱坞电影一样，几乎是不太可能。可是你也不能说完全排除。你说在这个拜登时期，拜登之前，我们也很难想象说是这个会出一个川普这种总统硬要抢夺格陵兰然后你也很难想象说
北约总共8个国家派了军队虽然说只有34个人，也要去保护格陵兰，然后面对的假想敌居然是美国哈，所以这个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现在确实都发生了。那你说加拿大，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国无这个强国外患者恒亡，那加拿大有这种国家安全的警觉是对的。法国跟这个英国哈这些国家有这种警觉是对的，你很难保证说哪一天美国真的就侵略了他们。当然，我们以前都认为加拿大这个不只是这个美国的盟友，甚至于他在北边来讲，他帮美国当盾牌嘛。我们讲说北美防空司令部就是防止这个苏联的导弹从俄罗斯那边飞过北极打到美国，所以他必须要用加拿大来当他的人肉盾牌。那现在如果说川普自己将自己的这种盟友推到战争边缘，甚至于加拿大不惜用兵推来这个把美国当作一个假想敌，我觉得以美国本来有很好的地缘战略的位置，那纯粹就是川普基于个人一己之私了哈，他想要当世界的皇帝哈，他然后忽略了除了军事之外，你应该跟友邦这些国家在外交上面，在这个政治上面取得一个和谐合作，这样才可以确保你自己国家的安全嘛，而不是你要用武力去侵略他国，用经济的力量去掠夺人家的国家，然后造成这些本来是你的盟邦国家现在对你反感。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举动哈，这个加拿大这次的兵推，很明显的川普将自己哈这个树立了原来是盟国的，变成树立了敌人。是。好，相比于刚才这个至暗时刻最坏打算的末日兵推的剧本呢，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个四方制衡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务实、现实的路线呢？那就是加国总理卡尼他说了，当规则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必须保护自己。他也呼吁，像是英国、法国、德国、澳洲、印度、墨西哥等等这一些这个 middle power 中等强国呢，大家应该一起来跟加拿大结盟，团结起来拒绝在现在世界有点三分天下，有美国、中国、俄罗斯3个超级强权主宰的一个情况下呢，选择站队他们要团结起来，组成一个第四股的全球势力来抗拒这个拉横，那避免呢成为这个美中的3强的这个刀俎下这些小国都只能沦为被人家任人宰割的鱼肉。好，这个话说得很丰满，但是现实还是蛮骨感，尤其是从你加拿大说出来的，因为加拿大有非常大的经济都是依赖美国。国防的装备、卫星的情资，乃至你的文化、娱乐等等，都跟你这个南方邻居方方面面是高度这个绑定在一起的。所以你说要摆脱超级大国的保护伞，说得很好听，但实务上是有可能做到的吗？杨老师，当美国不再保护你的时候，你就靠你的实力来保护你自己了。其实卡尼讲的意思就是如此。是，那加拿大是它的贸易出口70%是前往美国。对。那前往中国是第2位，但只有个位数，大概7%左右。所以他这次到中国大陆去，等于是开创了一个8年以来加拿大总理访问中国大陆，也开放中国大陆的电动车进口。那被卢特尼克骂愚蠢，那事实上，卢特尼克代表的美国的企业才紧张了，因为美加之间的这个边境我穿越过，那基本上就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障碍，它还是有一个关卡。对美国人而言，根本就好像只是走过一个门。后花园的感觉。有美国签证的而言，也只不过是多看一眼。是所以实际上双方虽然加拿大的出口70%到美国，换言之，美国依赖加拿大来的一些东西，你看一些项目，那个依赖度很高，那不完全都是一些就是劳力密集的产品。那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也是外来投资的 No.1， 所以实际上这个川普并不是那么容易做一刀两断的切割，而美国的民众企业事实上也会做怎么样的调整。我觉得那个冲击不会这么大，至少在经济的层面。那至于呢，在安全的层面，我也不认为美国会去打加拿大。美国现在都不敢打格陵兰了，怎么会去对加拿大动武呢？那更不要说核武的威胁对加拿大，其实一直在冷战的时候很紧张，因为它等于算是美国的一个连结。对。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担心。当然，并不担心，并不代表没有危险，也并不代表不要准备。所以他现在希望说，在欧洲国家我们要组成一起，能够组成一起吗？连欧盟都不是一个国家了，你加拿大也不是欧盟，英国都退出欧盟了。
不过在这一次格陵兰的这个问题上，英国这几个主要的国家，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是表现的一致的行动，比如说一致抗拒川普，一致没有参与到这个加沙的和平委员会。那可是呢，这也只不过是在外交上，你真的要比实力的时候呢，他们还是跟一个单一国家，像是中美俄，那还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这些国家呢，它是可以在外交上做联盟，经济上做更进一步的结合跟开放，但是要进入到军事层面呢，要考虑到他们的地缘政治跟他们的智慧，以及大国对他们的态度，所以最好这方面要谨慎。可是呢，在经济跟外交上，我觉得他们抗拒大国之间的联盟，就像卡尼所说的，他说要以价值观为本的现实主义，那这个就很清楚了，也就是说，在中美之间要懂得平衡了。是，所以卡尼也是一个聪明人啦，懂得在被美国压迫的时候呢，要找寻第二个这个保险措施来建立比较好的关系。好，回到环球大乱线节目现场，我们继续跟3位专家来探讨川普总统拦止格陵兰的野望哦。川普总统呢日前接受了 CNBC 的专访，他说明呢格陵兰协议的内容，表示这项协议呢将赋予美国一切想要的军事进入权。允许美国呢在岛上部署精琼的飞弹防御系统，而根据这个精琼计划的负责人呢，他叫做麦可盖特莱恩的说法，他说呢，精琼系统就是在现有的主要针对洲际导弹的基础上呢，再扩展，新增一个多层次的防御啊，就是利用这个数千颗的卫星来追踪导弹，然后呢，直接在这个低轨卫星上面呢，轨道上发出拦截器哦，在你这个飞弹起飞之前呢，就将其摧毁。换言之呢，这个飞弹还有在高空中的这个拦截呢，就是重中之重，尤其是在低轨卫星扮演的角色很重要。那么格陵兰的地理位置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区域，非常靠近北极的这个地方。那它在这个位置里面可以扮演有何重要性？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拿到这个地方不可呢？教授？美国应该来这样来看，它现在的精琼系统就是星战计划的第二代。因为星战机的这个计划就是拦截洲际弹道飞弹。那现在他要拿到这个格陵兰，我认为他可以从2方面来做它的用途。我们首先看这个精球系统我们弹道飞弹呢，地窖式的这个潜舰所发射的弹道飞弹，然后那潜舰它在任何地方它可以出没，你是没办法标定的，它可以潜到你的这个国家附近的海洋发射。那个战略轰炸机它是跑的，对，那就是我们讲的地窖式的怎么样去对。像美国有义勇兵3号，中共有这个东风31、东风4还有东风5、东风6，这都是我们讲的洲际弹道飞弹。然后这要怎么去拦截呢？第一个，在发射阶段的时候推升的阶段，这个时间非常短暂，只能发掘，没办法摧毁。要不然你就源头摧毁就好了，你干嘛等它发射再摧？这个正在加速阶段，而且很快就进入地球轨道，所以这是在我们叫轨道拦截，在地球轨道这个叫太空。进入卡门线之后，就是进入太空了。在我们叫做轨道拦截，最后一个末端拦截，因为它离开轨道进入大气层，对这个城市重要的军事实施核武攻击的，这是最后。所以我们讲了，这讲了精琼系统最重要是这个轨道拦截。那所以在太空部署武器，但是在太空部署武器这个人造卫星也会被摧毁啊。现在有杀手卫星呢，也一样可以摧毁，但是那就是变成在地面上来做搭配。地面上现在美国就是标准3型跟标准6型的反弹飞弹就是这样。那现在那个美国是不是在格陵兰上面呢？可以有2种用途。第一个是不是部署萨德系统，还有一个长程雷达，来发现来自于俄罗斯或中国大陆通过北极圈向美国发射的。是，这种格陵兰就可以，因为格陵兰大部分都在北极圈之内，所以可以善用这一方面。那标3跟标6是大近地轨道的，我们讲的这个弹道飞弹。那末端拦截再造给下个的萨德系统。那萨德系统会不会部署到格陵兰呢？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可能不如格陵兰部署到美国本土，那造末端拦截就可以了。那格陵兰做什么呢？除了部署这一个我们讲的长程雷达之外，我认为它最重要的是要部署地窖式的洲际弹道飞弹。就像俄罗斯有一个飞地，就是在以前的东普鲁士，在波兰的北边，因为2次大战俄罗斯赢了，就把东普鲁士占到了一大部分2.1万平方公里的，叫做加里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现在有40个，最少40个地窖式的洲际弹道飞弹，要不要去攻击？
应该很安全。为什么你安全？你攻击旁边就是波兰啊，你这个核辐射一外泄就不得了啊。你传统轰炸它地窖是那个做的非常深，你炸了只炸表面而已。所以那个美国可不可以在格陵兰部署地窖式的？你要去打他们，那都是我们知道，那时候是一块冰。川普所讲就是一块冰嘛，对，格陵兰80%全被冰层覆盖。你去打那个地窖式吧，那对美国来讲皮毛不伤。那他如果把义勇兵3号放个100颗在那边呢，你要不要去打？你就不要去攻击美国本土了。我不在那个新墨西哥州，没有，我都放在格陵兰。你要不要去攻击？你攻击那个是完全没有人受伤，而且格陵兰那么大，216万平方公里，你怎么样去炸它？你拿什么核武器炸它？它变成核保护能力更具备了。它比格陵兰是加里宁格勒的100个，加里宁格勒才21600平方公里。格陵兰216万6千平方公里，刚好100个。你看看它这个部署下来，哇，这变成核武强国啊！你要使用核摧毁，打它的源头打击、源头摧毁，非常困难了。所以就变成这个川普眼中金琼计划在部署核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了。他把整个的对美国的这核威胁移到格陵兰去了，由格陵兰做牺牲品，但是却保护了美国。所以它金融就有2个，第一个是拦截系统，第二个是这个核报复的地窖式发射的洲际弹道飞弹的系统，可以放在格陵兰。好，那这个美媒的 CNN 也报道指出，为什么川普在他的第2任期这么积极的想要拿下格陵兰呢？就是因为呢，在对于北极圈的军事开发其实美国的进度是要落后俄罗斯很多的，俄罗斯很早就开始了。我们看这张图，北极圈66个基地呢，有将近一半，30个呢，超过一半是位于这个俄罗斯的。那15个位于挪威，8个美国，8个加拿大，格陵兰是有3个的，那冰岛1个。那虽然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基地的数量不等于它的质量，但是你看格陵兰3个，再加上美国8个，加起来就11个嘛，跟这个俄罗斯30个比起来，你只有人家的1/3而已哦。所以格陵兰这个基地肯定是它的值是大于量的。那刚才教授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战略价值。那将军，你觉得如果从军事基地的这个部署来看，格陵兰重要的门道是什么？首先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从这地图很明显看出来，假如说以北极为中心来讲的话，它的右边那个国家哈就是俄罗斯，那俄罗斯的下边才是这个中国大陆，那相对的在它的西边哈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在西边哈在下面才是美国这个国土哈，所以美国自己本身哈它的这种国土领土就不在北极圈的范围之内，所以也因此如果它跟这个俄罗斯要在北极圈要争夺它的地缘的来讲的话，哈，它当然是弱于俄罗斯的，因为俄罗斯本来就是生活在北极圈里面。其实我们这个除了北极圈里面这66个军事基地，俄罗斯占了30个之外，美国只有8个，美国8个已经算不错了啦。这个它根本就不在北极圈之内，它可以借着它跟加拿大这个北约盟邦的要求哈，在这边设立了8个基地，加起来已经算不错。其实除了说是基地的数量，我觉得俄罗斯还有几个方面是领先美国的。第一个就是破冰船嘛，哈，这个破冰船你在北极圈，不管是你航运干什么，主要就是要靠破冰船。那俄罗斯的破冰船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加拿大跟美国的合起来的数量。这个俄罗斯目前据我了解有40几艘的破冰船，其中还有几艘是核子动力的破冰船。那美国跟加拿大现在是没有核动力的破冰船，数量也远远不及于俄罗斯。那第二个，我认为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跟俄罗斯争霸还略输一筹的，就是这个俄罗斯很习惯在这个地方北极圈里面的生活。我们看到前2天，你看到普京哈，以他这种年纪70几岁，他居然还去泡冰水冰窖，他们的这种宗教的仪式里面要全身这个穿一条内裤去泡到冰水里面啊。那出生的时候，你看俄罗斯人家讲他北极熊战斗民族，那小孩一出生下就丢到冰水里面，所以他们习惯于北极这种生活方式，还有他破冰船什么，他运输方式他都很习惯。所以，假设你美国想要在这个地方跟俄罗斯一较长短来讲，我觉得还是略输一筹了。那格陵兰当然重要，格陵兰重要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杜鲁门那时候就是要买下格陵兰了。他已经预判到，如果说未来如果说是冷战时期美苏要这个互相这个冷战对抗来讲的话，
北极势必是互相导弹射程的一个重要非经的一块地区哈，所以那时候这个杜鲁门就想要买下格陵兰，但是那时候他出的价钱是1亿，可是那时候这个丹麦就不卖啊，那个时候就不卖。然后当然以那时候1亿，现在换算成大概美金大概是15亿美金左右。所以现在如果说是格陵兰美国拿不到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地理上面，当然所有的导弹现在可以说都是经过北极航线的上空。那另外来讲，由于北极的暖化这个水面上的航运也势必会经过北极海。第三个是潜舰作战，因为北极我们知道是一块的海洋嘛如果这个上面只是一层浮冰在上面，那如果以现在潜舰，它如果找到冰层比较薄弱的地方，它也一样可以穿透这个地方浮出来。电影上面情节我们都看过，好几部电影有演过这种情节。那当然可以在北极上面冒出来，那当然就可以对你这个敌国来实施这个核子战略的导弹的射击所以北极来讲，确实就地缘战略来讲，对美俄双方来讲，未来不管是在经济航运上面或军事上面都有它极大的价值。那当然，北极上面能够有陆地的，就格陵兰这块陆地，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急于很焦虑的想要格陵兰的原因。是。好，川普总统急于想要拿下格陵兰，除了军事的用途之外，难道就没有一点私心吗？英国的《卫报》就爆料了，他说呢，根据川普第1任期时候担任他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博尔顿，他的说法呢，他说川普拿下格陵兰的念头其实在第1任期的时候就萌生了，因为当时有一位美国化妆品的巨头雅诗兰黛集团的高层就建议川普说，如果一旦美国拿下格陵兰之后呢，我们雅诗兰黛会砸下重金到当地去投资这个矿泉水的产业还要入股水力发电布局等等，讲得很美好。所以无论是这个岛上的矿物开采的潜力啦，还是川普这些商界朋友大家一起画大饼要瓜分利益的这个资本派对，好像这些诱因呢放在川普这个商人出身的背景上，好像是成立的耶。那杨老师，你对于这样的说法的看法？我觉得他们在画大饼，而且他们知道这上面根本不可能做那样子的布局跟这个投资，这投资一定是绝对难以回收的。格陵兰虽然是台湾的20倍这么大，全世界最大的岛，但是它有80%的面积是全年都是在冰块的这个笼罩之下。因此你要在上面做任何的探勘开挖，那个成本是非常的高的那不是把一个冰块这样移开因为它是整体在那边的。那格陵兰上面几个都市也没有什么环岛公路你还可以上面骑自行车，哪有这回事？城市跟城市之间的运输都是靠空运或者是海运的，因此它过去其实是有18座矿山，整个过去这个20-30年，到现在只剩2座，而这2座也有一座是2007年开始的，到现在呢其实收益有限，而2019年开始的到现在呢根本停下来，因为旁边就会有人住，因为它其实能够开扩的地方并不多。那如果你要做稀土，这2个刚好就是稀土的矿，那格陵兰政府严格的限制，因为会污染所以这些问题呢，你要做矿的开采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曾经很多国家来试过，对18座，现在只剩2座。再讲格陵兰，它现在人口5.7万里面，大概有2.9万是工作人口。而工作人口里面有1.25万其实是替政府工作，也就替丹麦政府跟格陵兰政府工作的。那如果再加上失业补救金的这些发放的话，其实这个岛屿上的5.7万人，有3/4是靠的政府，他们每年拿到丹麦政府给的补贴，大概就是1年1万美元。所以这个时候，川普如果说只给个10万美元，那他们就觉得我拿10万之后就没了。那丹麦是一直不断的给，对，美国会不断的给吗？你想想看，美国对原住民，美国自己本身的原住民，他的对待是如何？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我一旦同意当了你美国的领土之后，我钱能够拿得永久吗？像跟过去丹麦一样，还是说你会来开矿，那造成我们环境的污染？结果呢，开矿也不理想，因为成本效益，所以后来留下一个烂摊子。所以这也就是现在川普理解，他的朋友们也理解，画的大饼只是要帮川普拿下这个格陵兰，帮他达成这个历史定位。美国历史上
买下格陵兰的总统就是第47任的美国川普总统。其实讲到经济的资源，我觉得都是画大饼，都是画大饼。川普对格陵兰的这个态度，要拿下格陵兰的态度一向都是非常的强硬，但这回突然间在态度上面转向了。他现在说呢，针对许多的国家，他要取消关税之外，现在是难道已经暗中要拿下部分的土地建美军基地了？所以他态度软下来吗？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答。好，我们先来看到是被视为是，难道川普真的塌口了吗？因为他说呢，不会再对格陵兰武力威胁了，还决定取消先前寄出的这一系列的相关的关税哦。那么他还透露说，这个比较震撼，他说跟北约秘书长吕特已经达成了一项框架上面的协议，内容来自于《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协议的内容可能就是丹麦。会把格陵兰岛上数块小面积的土地全权的交给美国，方便美国在这边来建设军事上面的基地。那么这个方案也类似英国当时设于塞浦路斯的基地的协议的内容哦。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呢？为什么川普突然间要取消对于欧洲保卫格陵兰的一个关税协议？他是塌口了，还是他真的手上已经握有他想要的，跟吕特都谈好了？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次不能把川普说成是塌口啊，而是高明的一个骗术啊。这个高明的骗术是他跟他的儿子啊，干儿子吕特啊，他们合演了一场大戏。这场戏演得十分精彩。我们看到了欧洲也都开心，说这样子解除我去不得不在道义上挺丹麦的这个困局啊。所以我们也看到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也都知道，倒霉的就是你丹麦还有格陵兰，你们已经被掏光了，但是没关系，我安全下庄了啊。所以德国、英国、法国等相关的国家都觉得，我可以继续把这个戏演完。你看我还是很有道义的哦，我有出兵哦，我有帮你捍卫正义哦，我有说格陵兰永远是属于这个丹麦的。果然，格陵兰真的是永远属于丹麦的。但是我为什么会一开始我就说，这是川普跟吕特他的干儿子合演的一场大戏。这个是这样来的，美国有没有出一兵一卒？没有，什么兵没派，什么钱也没花，因为本来还说格陵兰人每一个人可以拿到10万美金，现在1毛钱都不用给。好，那现在已经讲好了，就是这个把格陵兰的地图标上去。就放在白宫这边来，那川普就把农业部长找来说，你看看这个哪一个经济海域或者是哪一个地方是有开采的价值，这农业部长就看一看以后就说这一块可以，这一块可以，川普说好，然后接着呢就把经济部长找来了，哪一个地方是稀有金属那个稀有这个稀土，还有就是这个金矿区不错的地方，这个经济部长就在那边画一画，然后再把这个国防部长找来，你看看五角大厦的几个军阀这个就过来了，看了以后就说这个地方不错，可以盖军事基地，这个地方可以盖金球，这个地方不错，好，都弄好了。那这个时候，川普就说好，这几块都是飞地了，从此以后不属于丹麦的，也不属于格陵兰，好的地方都被川普拿走了。所以它的主权不再属于丹麦的跟格陵兰的，那永久由美国人使用，美国人也不用在那边这个把它变成他的，他只要变成是他的飞地就好了。俄国也玩过这个游戏也玩过好几块飞地美国跟英国也玩过好几块飞地这块飞地就永远属于这个川普的了。所以这些飞地的地方，美国人就派人就开始矿产上开始挖矿啦，这个稀土工厂就建立起来啦。然后这个军人就开始工兵开始整地啦，然后就把它整起来，一大片地。其实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拿走10万平方公里，坦白说一点点而已。对，2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不要忘了，格陵兰大部分的地都没有用，就少部分的地有用。川普就把他要的地都拿光了，那剩下的烂地就丢给你丹麦跟格陵兰，你们自己去治理，自己去防卫。这个多聪明！2个人干爹跟干儿子合演一场戏，欧洲人就睁眼闭眼一切皆大欢喜。
格陵兰都守住了，你看我们多有道义啊！真的，那就是丹麦看了它的这个有稀土矿的土地，还有好的地方就被美国人拿走，就这样而已嘛，厉害呀！好，没有他够。是不是川普跟这个秘书长吕特已经私下谈好了一个秘密的协定哦？这个我们会持续的来做观察。那确实，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有关于飞地。那接下来美国到底会怎么样拿下格陵兰？现在说有3个方法，除了纽时特别报道的这个塞浦路斯的基地模式之外，也就是说保留主权。那实际上美国来控制战略要地，这是最新的一个第3种方案。但前2种方案，其实我们昨天也有说过，是华尔街日报说的，可能采用的是自由联合协定 COFA 的一个模式，跟当时密克罗尼西亚签订的方式是一样的。那另外一个方法是川普可能采99年的租约模式，类似香港当时英国当时租借香港不直接并吞的方法，但是实质掌控。赖委员蔡委员怎么看？觉得可能是哪一个？3个混合模式都有可能哈。塞浦路斯模式是在1960年，塞浦路斯从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为一个共和国的时候，当时啊，把2个塞浦路斯的港口，那么直截了当宣布为英国的主权基地，换句话说等于英国的海外领土，从来不属于塞浦路斯。对于这个塞浦路斯的农民啊，或者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到这里面去种植，但是塞浦路斯的政府在里面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主权完全属于英国的，所以立法、司法什么全部权利、行政权利都是英国的。这是叫塞浦路斯模式。美国有没有可能要求买下一部分的重要的基地的永久领土权呢？有可能，有可能。再来，什么叫 COFA？COFA 模式叫英文叫 Compact of 这个 Free Association， 这个翻译成自由联系这联合是骗人的啦，自由附属。Association 是附属，就像副教授叫 Associate Professor 一样道理。怎么叫做联合？那个字中文怎么翻都不让联合，那是美国用来骗中国人的啊，它翻译成联合，叫自由附属协定。那最经典是谁？帛琉啊，就是说你国防外交全部交给我。但是这个 COFA 模式有个条件，格陵兰要独立，格陵兰不独立就不可能有 COFA 模式。那格陵兰可不可以独立？很容易独立啊，一点都不难。那这个可能丹麦要同意它独立，要独立一个国家，然后其中呢，这个就跟美国签这个 COFA 国防外交完全交给美国啊。第3个香港模式是既割让又租借，香港本岛是割让的，然后那个尖沙咀也是，九龙也是割让的，但是新界是租的。所以香港基本上是租99年是新界，你说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格陵兰变成混合模式呢？其实香港模式已经涵盖了塞浦路斯模式啊，但是跟那个 COFA 模式，等到格陵兰独立才能够做这些事情。那川普大概等不及了，对，所以一定会先下手为强。我同意这个赖教授讲了，他这一次没有 tackle， 这是踢口踢得很厉害。好，那另外一方面呢，川普嘴巴上说不威胁格陵兰，但是实际的行动其实也都没有停下来。我们要来持续看到的是他在格陵兰的最新的部署，在军事上面，这是来自于北美的防空司令部1月20号最新说的。他说，仍然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基地派出了数量不明的战机，已经飞往格陵兰参加一场筹划已久的演习。那目前我们做了一个统计，美军在格陵兰这边的相关基地已经部署大约200人。稍微回顾一下，在2025年的10月的时候，美军派出了2架 F-35、2架 F-16和3架的 KC-135加油机，在这边曾经做过这种作战演习。那大家还记得吗？当时欧洲国家总共是7个国家派出了部队，刻意到格陵兰这边参加这个丹麦的演习。那这一次美军又大动作的派了一些军机驻派在格陵兰，是故意要跟欧洲国家来做示威吗？那目前美军在这边的基地战力到底又有多强？川普又想要扩张多大？厉将军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次确实是踢到铁板了，他自己缩回去了。那昨天在达沃斯的论坛上面，他讲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他不会对这8个国家，本来说要课10%的关税，一直到这个他拿到格陵兰。那如果说是在6月1号还没拿到的话，这个关税要提升到25%。那这次来讲，他说他昨天在论坛上面他说他取消了不再课税。
第二个来讲，他也承诺不会用武力来夺取格陵兰哈。但是之后来讲，他几乎全部在抱怨这个整个欧洲，那从头骂到尾，每一个都在抱怨。其实尤其是跟丹麦最有关系，他狠狠把丹麦损了一顿。他讲怎么讲丹麦的呢？他说丹麦哈，这个以前都是我美国在保护你们，你们现在不知道感恩图报，不会把格陵兰主动让给我。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因为在1941年的时候，那是2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丹麦没有能力保护格陵兰，怕被德国纳粹所占领，所以美军那时候确实是有出兵去保护到格陵兰那丹麦多久时间投降了？6个钟头。好像当年你们对不对？你们丹麦6个钟头你就投降了，那你现在根本就没有能力，是靠我美国来保护格陵兰的。现在你不知道感恩图报，他大概对于格陵兰对丹麦。反正你就看出来，昨天那场演讲川普就像是一个小孩子，硬要这个跟全班独霸一个玩具，那全班的同学不给他，他就在那边抱怨全班那我觉得，当然美国现在这次来讲的话，他这个演习他总共是200个人。其实在这个杜鲁门2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曾经扬言要用1亿的美金买下格陵兰，但是那时候丹麦就不卖。那这个杜鲁门就说好，你不卖没关系那你还是我们来签一个共同协防的条约，包括美国、包括加拿大、包括丹麦，因为毕竟来讲，美苏冷战的时候，格陵兰确实是有很重要一个地缘战略的位置。那听说美国也曾经在格陵兰这边有一个冰虫计划在这边部署了很多的这种核导弹部署在这边，因为必要时候他要对这个苏联发动核子攻击，就从这边发射。听说这个核导弹还曾经造成核外泄，然后美国将这些冰块全部都搬回去。所以这次的演习并不是真的是要大，而是他们本来既有的军事协定在这边做这个演练那美国来讲，我觉得如果说你基于北约的立场来讲的话，你大可以用这个军事协约，用合约。我想说，就整个北约国家他也非常乐意你美国来协助保护整个欧洲的安全嘛。但你不要用这种豪夺的方式，然后讲出一些很丢脸的话。我再讲一下，昨天讲了很多个笑话，你知道，大概大家都会注意到。第一个，他讲格陵兰说成冰岛，冰岛是冰岛，格陵兰是格陵兰，他讲错。第二个，他还讲中国他讲中国没有风力发电，这个他说中国来讲，光去卖风力发电的机器，但他自己都没有风力发电。我想4月份他到中国去旅游的时候，去这个习近平跟他见面的时候，是不是中国应该安排一场他到新疆的一场去看一下那个风力发电？不然川普真的是每天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川普现在执政1周年，他在这一天呢特别回顾了他的政绩。不过现在民调却是完全不买单。赶快来看到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来特别帮您做解答的。第一个，川普高调回顾他的政绩，自夸说在关税经济、军事上面亮眼，但是呢看起来民调不买单。美国人认为呢，他这1年过得并不好，尤其在经济上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也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为了格陵兰，川普祭出了在军事跟关税上面的一些双重压力。首先，他在 AI 生成图上面插了美国国旗，之后又在北约这边来裁减这些军力跟人员。并且对进口的商品，针对这一些欧洲国家来课征高关税。这一场北极的角力，格陵兰真的势在必得吗？在川普的手中，那么欧洲会不会坐视不管呢？接下来还会关心到的是，川普拿下格陵兰也祭出了2种方案，一种是类似于当时香港的99年的租约，另外一种叫做 COFA， 也就是华府提供经济援助来换取不管是在国防或者是军事基地上面的使用权。到底美国最后会选哪一种呢？北极的地缘政治会因此翻盘吗？今天就这些议题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川普上任1周年，我们赶快，他特别强调呢，召开了记者会，说自己做的实在太好了，涵盖在关税经济成长、边境管制还有他说他抑制了通膨，跟签署了多项的贸易协议，并且呢，在财经面他还说自己做了这么多的事情，还让台积电、辉达等企业加码投资美国。在军事上，他也
也非常的得意。他说呢，美军逮捕了马杜洛，并且对伊朗核设施采取行动，都是他的重要政绩。但是我们赶快来看到最新来自于美国的民调表示，58%都对川普相当的不满意，并且有44%的民众认为川普的政策让他们财务恶化，只有18%认为他们财务已经获得了改善。节目一开始，请问岳老师怎么看川普的上任的周年？他认为自己关税表现实在太好了，但是跟美国民众完全感受有巨大落差，怎么回事？岳老师，今天呢、就是美国的1月20号，川普干了整整1年啊，他只会吹牛啊，啥都不会。那他一讲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谈到关税？因为川普在经济问题上啥也没做，就是说动不动乱加关税。川普还自己强调自己是 tariff king 啊，他觉得说他什么都不会，他就是会这个啊。但是呢，我这边告诉大家哈，因为原来的话，川普上台的时候是大概有58%的支持，现在刚好倒过来了。对啊，现在倒过来，大家都非常失望。我就跟大家讲3个概念来作为川普这1年来的总结哈。首先一开始出现了叫 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呢，搞到一半的时候呢，变成 Taco， 就是 Trump always check it out， 啊，就是说他就是发夹弯了，叫急转弯。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啊，就是 Make China Not America Great Again， 叫做 MAGNAGA。啊 ，MAGNAGA 像麦当劳一样啊？为什么呢？大家只要一听到这3个名词，就是川普这1年干的事情。那一开始的时候非常得意啊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 讲了个半天，对不对？后来呢，做任何事情都是 chicken out， 啊，就是说是啊 taco 不行。那现在他做的这些事情，我跟你讲啊，大陆啥也不用做。因为刚刚在讨论的时候讲到什么红旗9了，管到红旗10都无所谓啊，对不对？那美国自己会自爆的，你知道吗？啊，因为大家不要忘掉，他只要干4年，他只干了1年，就成了这个叫做 MAGNAGA 啊。那这个中国，那俄国都还没动手啊，对不对？大家真的爽得要命啊！这就是川普1年的成绩。好，川普在这个他的就任1周年上面提到了经济跟军事上面，他认为他做得非常的好。那尤其在刚刚讲的是经济嘛，军事面上面，他说他拿下委内瑞拉。不过大家看说，今年下一个川普的重要目标恐怕就是格陵兰了。所以呢，其实，在军事面，我们来看到他现在针对了欧洲国家，也给了双重的压力，不管是军事或者是在关税上面的双重压力。军事，我们先来看画面上这张导播 take 的图哦。川普在行前已经预告他要去参加这个达沃斯大戏，并且呢，在这一场达沃斯上面呢，他已经排定了非常多场的会议，都会来讨论格陵兰相关的问题。他也认为说会进展得很顺利。那这张是川普自己上传的一张 AI 生成图，他说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他自己拿着美国国旗，把它插在格陵兰的领土上，并且写下一句话，他说格陵兰从2026开始就会成为美国的领土。最糗的是最新消息，其实在这几天，川普本来是要飞到达沃斯论坛的路上，但是空军1号最新消息在空中出现了发电问题，现在只能返航哦，被外界笑说你出师不利呀。那川普还公开这个马克宏传给他的讯息，马克宏是这样写给他的，搞不懂你到底在格陵兰搞什么？这个挑衅意味也非常的浓厚。另外，我们来看到川普针对北约也有所整顿哦。最新消息，美国国防部计划削减北约人员达到200位职缺，包括了北约情报融合中心啊，还有盟军特种作战部队司令部以及海上打击暨援助部队等等。再来就是经济面上面，他对盟友寄出的关税大旗，都是为了要成功买下格陵兰。从6月1号开始，他会把这个关税从10%增加成25%，针对的国家包括了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川普现在拿下这个格陵兰是势在必行了吗？委员怎么看？对啊，川普我一直认为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哦。那么有川普在，就如同刚才苑老师讲的，那么美国最终就必将自爆哦。我不止一次提过，我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啊，你从外部要去瓦解它，100年都未必做得到。但是川普在短短的1-2年内哦，就已经交出这么惊人的成绩单了，实在是很令人佩服啊。但是问题是，川普现在所在采取的操作模式，我一直觉得川普了啊，就是说，当然他不管棋艺好不好，他现在就是拿全世界的地图在下他自己的大棋啊，他是有盘算的哦，他是有他自己的步骤的，只是说他的盘算跟步骤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哦，甚至会让美国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哦。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他的盘算跟步骤，显然的就是他现在正在巩固他家的后院，他现在正在全面掌握地球上的这个相关的资源，特别是石油，他最爱的就是石油了。然后接下来他在地缘政治上掌握了一些重要的关键位置。那么这是现在川普自己在做的事情了。但是同样的，当川普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下这盘棋哦，显然也不是一个棋艺高超的棋手，是因为他自己把美国在过去这100年来在全世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整个都推翻掉了。这也是一件真的很不容易的成就哦。各位知道，美国长期以来花了100年的时间，在全世界所打造的所谓的普世价值，然后他建立了一个世界秩序的架构。几乎所有的地球上的人都是以美国的这个自由世界，都是以美国的这样的这个游戏规则，或者是以这样的一个架构来生活的。可是美国现在自己把它推翻掉了，他做了几件非常蠢的事情啊。当然，第一件蠢的事情就是他把他最重要的2个盟邦加拿大跟墨西哥给狠狠的得罪了哦。而且呢，这种得罪恐怕就是一去不回头的，因为他得罪的不是政治人物，他得罪的是人民。墨西哥人民跟加拿大人民过去对美国的那种情感，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存在了。然后接下来你看到他伸手在格陵兰的时候，那么他也许觉得格陵兰有战略位置，格陵兰有这个相关的资源，更重要的是，美国很多总统都想拿格陵兰，都没拿下来，所以呢，他想成为他像汉武帝一样的这种开疆辟土的功绩啊。可是他没有想到说，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把他整个欧洲的盟邦通通得罪了。各位知道，美国跟欧洲的北约盟国本来是坚若磐石的伙伴关系哦。你说任何外部力量要去瓦解这种关系，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可是川普自己就把它做成了哦，就是说还不需要任何人做，我们就在旁边吃瓜子，然后喝茶看戏，然后美国忽然之间就跟欧洲2个人不对盘了哦。那你说美国现在要拿下格陵兰，我们看到说99年的租约或者用 COFA 的方式行不行？我不认为川普会接受这2个案子，因为这2个案子都不代表他可以插那个旗子，他一定要占领，他一定要拿下来，这才是重点。他把话说得太满了。所以今天川普在格陵兰的这一盘棋上哦，他能不能够如愿哦，是值得我们做后续观察的。因为格陵兰现在就像是一面照妖镜哦，他照了什么？他把北约的真面目照出来了，他把北约过去的谎言、国王的心意全部都脱掉了。然后呢，接下来就看你北约怎么处理格陵兰吧。如果今天在格陵兰民众都没有同意的情况之下，北约敢把格陵兰给卖了，欧洲这些国家敢干这种事情吗？那完了，这个完了，包含的是这些政治领袖都不要再选了。我说过，民主国家最关键的就是选举，选举最关键的就是选民。所以美国狠狠的伤了加拿大跟墨西哥选民的心。接下来他如果再狠狠的痛击了欧洲这些选民，长久以来哦都是相信美国队长，相信公平正义、自由民主这种原则，忽然之间发现这全部都没有了。那你接下来一次又一次的选举所选出来的欧洲的政治人物，特别是现在这种极右派的政党准备一个一个掌权的时候，你认为他们还会相信美国吗？所以其实格陵兰能不能拿得下来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观察。但是毕竟在格陵兰的这一战里头哦，要谢谢川普，因为呢，他把美国跟北约几十年来的同盟关系一夕之间毁于殆尽了。瓦解，对，确实哦。卢委员刚刚也帮我们特别看到，在2026年，川普他说他势在必行要拿下格陵兰，但是目前看起来，刚刚特别提到了2个方法嘛。委员帮我们特别提到了99年租约，其实是类似当时的清朝把香港租借给英国的模式。那另外一个COFA的这个租约，其实就叫做自由联合协定，它的意思就是说由华府提供经济援助，换取国防跟军事基地的使用权。干哥又怎么想？美国可能会采取哪一个？问题是都不会。丹麦跟 COFA 这些国家都不是一样的情况嘛。好，我们特别来讲，原先的 COFA 是在什么时候？那是在1950年代以后发生的，有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还有帛琉啊，像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以前都是太平洋中的岛屿。好，那是什么的岛屿？就是美军跟日军两边争个你死我活，打得死去活来的几个岛屿就对了。那美国认为说，哦，这些岛屿太重要了。这个2次大战赢了以后，我跟你们这些，因为这个就是民族意识抬头嘛，那这些原住民他们也要独立了。马绍尔他就独立了嘛，密克罗尼西亚也一样，帛琉现在更是我们的邦交国嘛，台湾的邦交国。所以说他们都独立之后呢，美国说啊，来，我给你们经济援助哈，还有观光的那个资源。然后呢，你就把基地，把你们那个岛上唯一的那个空军基地啊，就借给我，好不好？借给我美国，那我们就长期经济援助你。那个这叫 COFA，
这叫自由联合协定，好不好？可是格陵兰不是这种地方啊，格陵兰它200年前就已经是丹麦的领土，那是丹麦的祖先叫做维京人，早就已经站上去了，好不好？他们几百年前就上去了，所以它事实上插了一面丹麦国旗在那上面，它是属于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这个国家还是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方的重要成员国。北方有几个重要成员国？我告诉你，北方4小国，一个叫做挪威，一个叫丹麦，一个叫荷兰，另外一个叫做冰岛啊。所以这几个国家都是北约重要的成员国。你现在就是踩在北约成员国以前帮你守住俄罗斯这个雄式轰炸机飞过来的那个北海上面，会派你支援他的 F-16战斗机，现在不用了，我自己美国人，我老大自己来，因为土地也是我的。你这样像话吗？难怪马克宏要说你现在到底在讲什么？川普，你讲的话我根本听不懂啊！好，另外一个方案是什么？99年是中国人的耻辱，租借香港。租借香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经过2次条约，一次南京条约，一次北京条约，从1839年搞到1898年，英国分次逐步占领了香港本岛、九龙城寨，还有哪里？还有新界，所以一直到了1997年香港回归，租满99年的时候，那是中国人最感慨的时候。那但是问题是，他的宗主国叫做清帝国，对不对？对。那你现在回过头来就是讲说，那你至少要找清帝国谈嘛，也就是说，美国你要租借99年的格陵兰的话，你要找他的宗主国丹麦去跟丹麦谈嘛。然后丹麦说，等一下，我们那57000人恐怕都还要搞独立了，我要先问问看他们愿不愿意，他们愿不愿意成为美国的属地，对不对？那问题是丹麦自己本身他也不可能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卖主产，没有人在卖主产的，对不对？所以格陵兰这个土地不可能由丹麦的手中送出去。如果像刚刚委员讲的啊，大千说，如果真的那个格陵兰要是真的成为美国的一部分的话，那北约不是就会瓦解吗？北约真的会瓦解。所以我认为，不管99年租约或者是 COFA 这样子的方式都不实际。你最实际的方式就是说。你扩大于对于那个格陵兰跟北约的援助，你印象好一点。我觉得要真正实际拥有格陵兰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改变格陵兰人的生活的话，我想他们都会蛮同意，也会蛮乐意见到的。不过主权是不能够偏废的。对，而且其实我看这个局就是说，除非今天川普真的采取军事行动，对，否则呢，你说他在达沃斯论坛他去加多少税，没有用的。你加法国的税，法国能够帮丹麦决定把格陵兰送出去吗？这到底是哪个门子的逻辑嘛？如果他同意了，法国还要混吗？所以这些国家就算硬扛着关税，他都不会同意的，因为他也没这个权利去把格陵兰送出去啊。我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是那个把格陵兰人搞成美国公民啊，美国的社会制度跟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根本不能比的啊。美国就是基本上是斩杀线，格陵兰人的话，为了自己的未来也不可能接受变成美国的一州或什么的啊，所以说这个马格纳嘎是真的是一个结果了，自己都乱搞了。